换成 BMW 变速箱，动不动就要花上12到20万台币，大约4000到7000美金。最让人抓狂的是，大多数的损耗其实都是在日常开车的坏习惯里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而且车主还觉得这样开完全没问题。BMW 用的这套 ZF8速变速箱，工薪与技术确实是世界顶级的，但再顶级的工艺也是有极限的。如果你中了接下来这几条踩雷习惯，你根本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车上最贵的大部件给一点一点操坏。今天我们就来盘点10个你绝对不该对 BMW 自动变速箱做的坏习惯，有些保准会让你意想不到，特别是第3点，我敢打包票，绝对有一大票车主天天都在犯。废话不多说，直接看下去。第1点，千万别冷车，一启动就猛踩油门爆龟。当天气变冷，气温一下降，变速箱油就会变粘稠。变速箱油是全车内部零件润滑跟维持油压的核心，如果在它又冷又黏的时候，流动性跟润滑效果绝对大打折扣。 BMW 用的这颗 ZF8速变速箱内部机械精密度极高，离合器片跟阀体零件之间的间隙连1毫米都不到。如果在大冷天早晨你一发动，立马深踩油门拉转速，强迫它快速换挡，在变速箱油根本还没达到正常工作温度之前，你就是在硬生生操坏这些精密零件。那到底该怎么开？发动的当下让引擎顺运转个几秒钟，接着前几分钟先温和顺开就好。很多 BMW 专修厂或原厂技师都一再强调，慢速顺开绝对比原地打档怠速预热还要好得多。车子顺在路上走，变速箱油上升到工作温度的速度远比你停在停车位上呆预热要快得多。等变速箱温度上来了，你再去享受它的性能，随你怎么开。第2点，千万别在还没进档、D 档或 R 档前就踩油门空转补油，这很多都是老司机留下来的旧习惯。有些人习惯在 P 档或 N 档时先空踩几下油门拉转速，接着顺手啪一下直接切进 D 档。就算你觉得好像没什么，但这其实是让变速箱在带负载的高转速下强行结合。这时候扭力转换器必须硬生生吞下那股突如其来的旋转冲击力，而内部的离合器片更是直接在首当其冲挨打。正确的做法很简单，一定等引擎转速降回正常怠速，再挂入 D 档或 R 档，这只多花你1秒钟的时间，但天天这样操作，就是你的变速箱能顺开上25万公里，而不是才跑个12、13万公里就开始顿挫跳故障码的关键差异。第3点，绝对不要在斜坡上用补油门来硬顶着车子。我敢说这一招几乎每个车主都踩过雷。重点来了，第3点，想象一下你在斜坡上等红灯，你没有一直踩着刹车，而是选择轻轻含着一点油门，用 D 档的动力把车子定在半山腰，感觉起来车子控得很好，好像没什么对吧？但你实际上是在让扭力转换器持续打滑，这时候变速箱处在半结合状态，不仅会狂产生高温，还在一点一滴慢慢磨损里面的离合器片。 BMW 的变速箱因为离合器片做得很精准，对这种状况极其敏感。你在斜坡上靠油门硬撑，一次又一次的让它处于高温循环下，久了绝对大幅加速零件老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跑了一定里程的 BMW 起步或低速时会出现剧烈抖动，根本就是这样搞出来的。而且10个车主有9个完全不会联想到是这个坏习惯害的，斜坡停车就乖乖踩住刹车。 BMW 专门设计的 Auto Hold 功能就是拿来干这个用的。按钮按下去，让电子刹车帮你把车子抓得死死的，直接把变速箱上的所有负担完全释放掉。第4点，车子还在滑行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在 R 档跟 D 档之间切来切去。无论是在巷子倒车3点回转，还是在卖场倒车入库，很多人为了图快，车子都还没停稳，手就急着把档位啪地一下切过去。就算速度再慢，车子的惯性都还在往反方向推，你却硬要变速箱立刻反向转动，这等于直接给整个传动系统记上一记重拳。变速箱、传动轴还有后差速器，通通都在为你这个动作硬吃那一股冲击力。每天这样切，这颗 ZF 变速箱内部的行星齿轮组绝对提早磨损，提早报销。规矩很简单，方向要切换，车子必须完全踩停，彻底停稳再打档，每一次都要停好停满。第5点，千万不要无视变速箱过热的警告。只要遇到长时间剧烈操驾、跑山路、拖重物，或是频繁在大脚油门大爆龟， BMW 的 iDrive 系统就会跳出变速箱过热的警示。但很多车主不是没看到，就是根本不知道这代表怠质大条了。变速箱油一旦过热，油质就会发生化学变质，直接失去粘度，也彻底失去保护内部零件的能力。
BMW 的变速箱油只要超过130摄氏度，就会出现明显的衰退。而当你能在荧幕上看到警示的时候，温度早已远远超过这个极限。只要一看到这个警示，立刻收油门，放慢车速，状况允许的话，最好赶紧切到路边靠边停，让引擎怠速运转，化解热量，绝对不要硬干撑过去。要是你觉得油温过热已经够可怕了，那接下来的第6点坏习惯，可是连 BMW 原厂都叫你免担心，但全台湾所有的变速箱专修厂却都严重反对的是，这绝对是整支影片里面最让人花大钱买单的终极大误区。第6点，千万不要加错变速箱油。BMW 跟原厂 ZF 对这颗8速变速箱都有非常严格的用油规范，最常见的指定用油就是 ZF Lifeguard Fluid 8。或者是 BMW 自己的原厂包装油品，这可不是原厂想赚你钱的行销话术。油品里的摩擦力调整剂、粘度等级和添加剂配方，通通都是为了这颗 ZF 变速箱的离合器材质跟阀体间隙量身打磨的。如果你贪图方便或便宜，拿市面上那种标榜通用型的泛用 ATF 变速箱油下去加，很容易引发起步顿挫、换挡剧烈卡顿，甚至大幅加速离合器片的磨损。过去甚至有案例，就是因为加了劣质不合规格的油品，直接导致整个阀体挂掉。光是单换一个阀体，出厂修下来就要5到8万台币起跳。一定要确定你的车款跟年份到底是用哪一款指定油品。去外面保养厂做大保养的时候，也绝对不要让店家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拿便宜的替代油品把你换掉。第7点，千万别相信原厂所谓的终身免换变速箱油神话。BMW 原厂在手册里确实把很多自动变速箱标榜为 Lifetime Fill 终身免换油，主打免定期保养换油，但这绝对是现代汽车保修界里最坑人、最害人的误区之一。原厂文件里讲的终身 Lifetime 指的是保固期，可不是你这台车真正能开的寿命。不管是 ZF 专修厂还是外面外厂的变速箱技师，讲出来的答案通通都一样，车子跑到了6到8万公里左右。变速箱油里面早就混满了内部离合器片磨损的碎屑跟金属铁粉，这些杂质在变速箱里运转，就像磨砂纸一样，不断加速磨损它接触到的每一个精密零件。如果你一直装作没看到硬开下去，等哪天变速箱彻底下课，你就要准备花个12到18万台币来挂重建或换一颗，而这一切原本只要花个几千块到1万台币出头做个变速箱油大保养就能完美避免的。全台湾的 BMW 变速箱专修厂给的建议非常明确，每6到8万公里或是每5到6年，看哪个先到就乖乖去换变速箱油，这是你为了这台车的长期稳定度最划算的一笔投资。第8点，千万不要在冷车的时候一发车就开 Sport 模式疯狂大脚起步爆龟。Sport 还有 Sport Plus 模式会直接改变车子的换挡时机、油门反应跟整个变速箱的运作逻辑。偶尔热血一下大脚拉转，车子的设计确实吃得下，但如果你天天这么干，尤其是冷车一开出门，在走走停停的市区红绿灯下每次都这样猛踩起步，变速箱内部的扭力转换器跟多片式离合器组很快就会因为剧烈的高温而加速磨损。如果你平时开车真的很热血，真的很爱踩，那你的变速箱保养周期就必须跟着缩短。这颗 ZF 8速变速箱虽然很耐操，但你的保养频率必须对得上你踩油门的手脚。第9点，千万不要在没加装额外散热系统的状况下，直接把拖曳载重拉到极限。BMW 定的拖曳重量上限是有原因的，哪怕你只是偶尔超载或者硬拉到上限值，产生的爆量热能早就远远超过原厂散热系统的承受范围。虽然这颗 ZF 8速变速箱本身有把变速箱油冷器油冷整合在引擎主散热水箱回路里，但在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下，它的散热能力还是有上限的。如果你经常拖载重物，特别是遇到夏天炎热天气或是走山路爬坡，强烈建议加装一套副厂或原厂升级的变速箱辅助油冷。这只是一项小钱改装，但在这种高负荷用车环境下，却能显著延长变速箱的寿命。还有，在挂上拖车或拉重物之前，务必先查清楚你那台车款的实际拖曳数值。BMW不同车系、不同动力版本的拖曳上限差距可是相当大的。第10点，千万不要无视任何前期发出的异常征兆，这是整支影片里面最能帮你省下大钱的一点。变速箱要挂掉，几乎绝对不可能无预警直接猝死或瞬间爆掉，它一定会在前期狂发出讯号。只是绝大多数的车主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去察觉，你要特别注意的几个抓病征兆。挂入 D 档或 R 档时，反应明显延迟才结合上，在时速60到100公里巡航或加速时，车身出现莫名其妙的剧烈抖动或震动，这通常代表扭力转换器离合器已经磨损了。
换挡变得很顿挫、很粗暴。以前开起来明明都很顺，踩油门时引擎转速飙高，但车子却没跟着加速，这就是明显的打滑。还有最重要的 eDrive 荧幕上跳出任何跟变速箱相关的警示讯息，能在第一时间抓出这些症状，就是花几千块换个油水，跟直接掏出15到20万台币去大修重建的分水岭。这颗 ZF8 速变速箱绝对会提前给你警告，现在唯一的差别只在于你到底有没有去理它。其实绝大多数 BMW 变速箱呢的损坏根本不是原厂设计不好，而是几千次坏习惯日积月累下来，硬生生把一颗本能开很久的精密大件给操烂。今天呢，整理出来的这些避坑指南一点都不复杂，甚至绝大多数都不用你多花1毛钱，就看你知不知道、愿不愿意改而已。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帮我点个赞，这能让演算法把影片推给更多需要的 BMW 车主。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有中了第3点斜坡靠油门硬撑吗？凭我自己跟身边一堆 BMW 车主聊天的经验，绝对有一大票人都在踩这个雷。我们下支影片见。